来年家门前的弯道频繁发生车祸，他们买下房子的第一晚就有一个轮胎砸穿窗户，差点要了他们的命。而这只是开始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们家门前的那个弯道将连续有人丧命。而最诡异的是，乔治在目睹第一个年轻人在自家草坪上死去后，眼中不再是恐惧，而是闪烁了某种近乎兴奋的光芒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乔治一直在翻看昨晚车祸的相关新闻。警方清理完事故现场后，死者的父母在出事地点立起了一座木质十字架，作为对儿子的悼念。当他们离开后，乔治走进十字架，翻开了死者的一些遗物，并在社交媒体上查找他的个人资料，这才发现那个年轻人原来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。乔治只觉得惋惜。这天晚上，他们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时，乔治滔滔不绝地描述那天事故的细节，他的眼睛闪烁着一种不寻常的光芒。好友们震惊地听着，但妻子瑞秋明显不舒服。乔治继续详细描述了事故的惨状，包括驾驶员如何被方向盘金属杆刺穿胸口，如何当场死亡。他的叙述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，更像是在讲述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。最后，乔治甚至举杯要敬死者。妻子瑞秋的脸色愈发难看。当客人离开后，妻子一边洗碗一边忍不住指责他喝得太多，还提起他的餐桌上的失态发言。乔治不满地反驳，觉得自己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好奇。妻子却提醒他，生活中还有很多更值得关心的事，比如他们的儿子，或者那个他完全无动于衷的副总裁职位。争执愈演愈烈，妻子甚至建议他该找个心理医生聊聊。乔治想知道他的真实想法。瑞秋终于直言不讳，说乔治看起来很得意，就像在利用别人的不幸。乔治震惊地看着妻子，辩解说客人们想听。问瑞秋难道没看到他们的表情吗？瑞秋回应说，他希望乔治能看到自己的表情，像一只秃鹫。这场争吵没有明确的结束，但它标志着乔治和瑞秋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。瑞秋开始怀疑丈夫的心理状态，而乔治则越来越沉浸在对死亡和车祸的迷恋中。第二天，乔治并没有把妻子的话放在心上，相反，他独自走到家门口，仔细查看了那个事故频发的急弯路口。他注意到路边的转向指示标志被茂密的树枝遮挡，几乎难以看到。为了尽可能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，他拿起电锯开始清理那些挡住视线的树枝，希望能让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都能清楚地看到警示标志。晚上，乔治坐在家门口，仿佛在默默等待着下一场灾难的降临。没过多久，尖锐的刹车声撕裂了夜的寂静，也有一场车祸如他所预料般发生了。他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活，大步冲向事故现场，照着车辆在短暂停顿后掉头逃逸。乔治赶紧去查看被撞司机，他一遍遍地呼喊对方，不停地鼓励对方坚持下去，告诉他救护车很快就会到来。可他话音刚落，司机就吐血身亡。就在这时，司机的手机响起，乔治愣了一下，随即下意识地拿出手机，正要接听，警车赶到了现场。乔治竟鬼使神差地将手机揣进兜里。夜深之后，儿子们终于在他们的床上安然入睡，但仍旧惊魂未定。乔治满怀悔意地说，他本可以救下司机的，他比急救人员早到了10分钟，某种程度上他是第一个急救者，但这一切没能改变结局。妻子提醒他，孩子已经被吓坏了，这座房子已经不太适合他们居住。他直言这里不是偶发事故那么简单，房子之前空置了半年，而这个弯道早已有事故前科，今天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他甚至怀疑当初没人买下这栋房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太过危险。乔治试图让他冷静下来，觉得事情需要时间消化，但妻子的态度坚决。第二天，乔治将司机的手机连上电脑，翻阅了他的资料。乔治甚至参加了司机的葬礼，假装是他的朋友，与司机的女儿交谈。接下来的几周，乔治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奇怪。他开始收集关于急救和 CPR 的资料，还报名参加急救课程，甚至买了一个训练人偶回家练习。这种对死亡和悲剧的病态迷恋开始影响乔治的生活。他在工作中心不在焉，错过重要会议，忽略团队管理。他的上司，一个曾经是乔治的下属，但现在已经被提拔为乔治副总裁的年轻人，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，但乔治似乎并不在乎，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工作上了。这晚，瑞秋在给麦克斯洗澡时，惊讶地发现儿子头上有2处秃斑，他担忧地询问儿子是否在拔自己的头发。麦克斯起初否认，但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，终于承认有时候在玩耍时，有时候在床上，他会不自觉地把头发拔下来。睡觉时，他会把头发搓成一团毛绒球。儿童精神病学家指出，拔毛症往往是儿童应对压力和创伤的一种方式，通过这种自我伤害行为来获得某种控制感，特别是在面对无法理解或控制的恐惧环境时。瑞秋立刻意识到儿子可能受到了心理创伤，妻子向心理医生提到了家门前频繁发生的车祸，可乔治说孩子其实并没有看到任何场面，他们一直在努力隔离他与那些恐怖事件。妻子提出，或许他们该从根源上思考问题出在哪里。当被问及希望采取的第一步时，妻子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决定，她想卖掉房子，带着家人搬离这个充满事故与阴影的地方。她无法再生活在这种随着有车祸的威胁之下，儿子个人明显受到了影响。而乔治则提出了另一种方案，
他打算将儿子从托儿所接回家，亲自照顾他每个下午。他愿意远程办公，但妻子提醒他，维持家庭运转还需要他继续工作。乔治坦言自己讨厌现在的工作，可现实摆在眼前，他们仍需要这份收入。而即便乔治能陪在儿子身边，这个家门前的危险也依旧存在。医生建议是否可以申请安装护栏，直到为家人提供一点物理上的保护。这场谈话看似平静，却暴露出两人对生活选择的分歧，以及对未来无法言说的不安。这天，乔治接儿子回家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。乔治意识到又发生车祸了。当他们转向家的方向时，果然看到救护车停在他们的房子前面。另一起车祸已经发生，乔治下车飞奔到现场，现场一片混乱，两辆车在拐角处相撞，一辆甚至起火了。这天，救护人员将司机抬出来抢救，完全没有给他施展的机会。过了会儿，他才想起了车中的儿子，可等他返回车中，麦克斯已经不见了。乔治立刻返回家寻找，竟见到麦克斯站在车祸现场一动不动。因为这件事，乔治被要求去见心理医生。乔治始终怀疑，如果那天他没有送麦克斯去跆拳道课，他们本应该在家，那名车祸的男子就不会死。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妻子的决定，是他给孩子报名的课程，是他让他们不在场，是这一连串小事引发了无法挽回的结局。可医生没有附和，他平静地提出了一个假设：如果那名男子的死亡，无论他在不在家，都不可避免呢？乔治却断然否认，表示如果我在，他就不会死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乔治被正式告知公司决定将他解雇。乔治不敢告诉妻子这个坏消息，默默地收拾着儿子的玩具，却意外发现儿子用积木赋予了那场车祸的现场，每一个细节都令他震惊，尤其是那个白色小人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时亲眼目睹事故的麦克斯自己。然而乔治并未真正把这当回事，他只是默默地收集积木。夜幕降临，他拖着垃圾桶走入家门，把他推到了马路边，正对着那个弯道。他站在那里，现在在等待命运再次降临，仿佛只要再发生一次车祸，他就能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可这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最终他只能无奈地把垃圾桶拖了回去，因为不敢让妻子知道自己早已被解雇。乔治每天早晨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，等妻子带孩子离开后再默默折返。在家里无聊的他，不是在家里反复练习施救动作，就是坐在电脑前看着网络上的车祸视频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别人的不幸，仿佛在替自己寻找某种目的和存在感。他已经不再是真正生活的人了，而是像是沉迷于事故中的幽灵，只等待下一次灾难来证明自己还有用。由于房子已经被妻子挂牌出售，每一个看房的人都被乔治打发走了。下午夫妻俩来心理医生那复查，医生表示目前来看孩子并未出现严重的创伤反应。他进一步解释，如果麦克斯真的遭受了心理创伤，通常会出现更具象的应激行为，比如对开车的极端恐惧、对火的排斥，或者在游戏中反复重现车祸场景。可他并未在麦克斯身上观察到这些迹象。乔治听着，脸上勉强维持着镇定，可心里却猛地一沉。儿子的积木模型，那一幕幕车祸重建的场景，已经表明儿子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反应。就在此时，瑞秋接起房产中介的电话，得知乔治对每个来看房的人都说不卖了，瑞秋气愤的要带着儿子搬走。乔治试图阻止他，但瑞秋已不再愿意妥协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正在试图卖掉房子，可乔治却在暗中破坏。乔治辩解说他们有权知道真相，特别是因为那对夫妻还怀着孩子，但瑞秋却愤怒地揭开了他另一个秘密，他早已经被公司解雇，却一直没有告诉他。乔治还在支支吾吾的辩解，瑞秋收拾行李的手还发现了乔治的训练人偶。乔治劝他冷静，说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开车，可瑞秋就怒吼地回应我没事。他无法接受乔治的谎言，尤其是无法忍受他今天期盼着车祸的发生。乔治否认了，但他的话却暴露了更多。他说事故总会发生，而急救人员往往需要10分钟才能赶到，他只是希望有人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可在瑞秋听来，这已经不是救人，而是某种病态的执念，争执无解，情绪失控。乔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儿离开。很快妻子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限制乔治的探视权，每周仅限2个小时的监督探访。律师建议乔治，若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，首先得搬离现在这栋事故频发的房子。他必须向法院证明儿子的安全和幸福是他最优先考虑的事。乔治终于下定决心卖掉房子。搬家那晚下起了小雨，他独自搬运行李时一脚滑倒在地，这一摔反倒让他灵光一闪，这是天赐的机会。潮湿的夜路不就是最容易出车祸的时机吗？他立刻熄灭屋内所有的灯光，像捕食者一样静静等待。可司机们都很谨慎，没有意外发生。乔治越等越不甘心，干脆拿出水管往马路上持续浇水，甚至丧心病狂地锯掉提示标志。没过多久，一辆车失控打滑，侧翻在他家门前。乔治兴奋地向迎来表演的主角，提起早已准备好的工具箱冲了上去。驾驶员被困车中惊恐不安，乔治安慰过后拿出斧头准备撬开车门，没想到一使劲就断掉了。乔治一下慌了，他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时一辆校车路过，乔治急忙挥手求救。校车的学生们下来后，乔治让他们报警，车门终于被撬开。乔治剪断安全带将女人拖出，可她早已没有了呼吸。
乔治开的急救，练过无数次的步骤，这一刻都派上了用场。可抢救了好一会儿，女人都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一刻，乔治崩溃了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，女人突然微微喘息了一下，她活过来了。乔治终于真正救下了一个人，可代价是他几乎走向了疯狂的边缘。